果人吃皮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今天呢，又是一期非常严肃认真的开箱试吃。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呢？因为我很生气，我为我们的皮蛋同志在国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怒。而更令我伤心的是，一种来自瑞典的传统美食，在我们国内同样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，它就是鲱鱼罐头。可是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华夏民族，这难道真的是我们的待客之道吗？绝对不应该是这样。我们中国人拥有最宽广的胸襟，所以今天小北就以德报怨，带大家学习鲱鱼罐头的正确打开方式。这个鲱鱼罐头呢，我已经买回来了，还挺贵的，155块钱。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贵啊！我的妈呀！肉疼。不过你们看它圆圆的，像不像一个硬币啊？可以看到这个鲱鱼罐头已经胀得很厉害了，这就是它发酵完成的标志。其实鲱鱼罐头呢，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放在水里开，这样呢既可以防止自己被不明液体喷到，又可以缓冲它的臭味，同时还可以清洗掉鲱鱼身上过多的盐分。但是我也知道大家就喜欢UP主被鲱鱼罐头熏到的样子，所以我也不放水里开了，我就这样直接开，门窗我都关了，希望一会儿邻居不会来找我。顺便做个挑战吧，我要在开了鲱鱼罐头以后的房间里待足1分钟，不开窗不开门。我还说要挑战在房间里待够1分钟，结果把它打开就已经12分钟了。好，同学们，现在开始上课啊！上节课我们讲了，享受美食最重要的2个因素是什么呀？闭眼。哎，对，闭眼。还有呢？翻白眼儿。小明，你给我到后面站着去。还有 BGM 呀，记住，考试必考。上节课没有听的，赶紧回去给我补一遍啊！下节课检查。好，同学们。这个鲱鱼罐头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？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放什么样的 BGM 呀？香喷喷的 BGM 啊，对不对 ？Music。当花瓣离开花朵，安详。好，我们还是把这个鲱鱼罐头放水里给洗一下，不然实在是太咸了。水里面可以加一点柠檬去腥，留2条，一会儿直接吃。然后这些呢，就给它弄碎。好，给它送进烤箱，大概45分钟。这个失败的煎蛋，底下还糊了。这个是我舍友推荐的，他说鲱鱼罐头蘸着柠檬蜂蜜好吃，那我就信他一回。哇，确实是咸啊，这样吃根本不行，太咸了啊，被他骗了，还是配一点主食，我觉得。
非常非常像，差不多就相当于加了一点腥味的臭豆腐，然后带有一点点可能是飞鱼特有的鱼鲜，这个味道还挺好吃的。底下铺了奶油和洋葱，最上面是脆脆的面包屑，可以说它的味道和口感都非常非常丰富，唯一不足。长沙臭豆腐，但是它具有臭豆腐没有的那种新鲜的味道。如果你不仔细品尝的话，其实感觉吃起来跟臭豆腐是差不多的，而且它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臭，完全没有到那种一闻就吐的地步。我开头那一段只是节目效果，大家千万不要当真啊。总的来说，这个鲱鱼罐头，如果你对臭味系的食物特别感兴趣的话，你应该也会喜欢它。但是如果你对臭豆腐不感兴趣的话，也没有必要尝试这个东西。我觉得还是我们的臭豆腐比较好吃，而且它的价格比臭豆腐贵多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记3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苍蝇它围绕着我。